不到你这条臭咸鱼都会翻身。是啊，这都是拜你所赐。你已经出全力了，我还没出力呢。蠢材！天之下，除了降龙18掌，什么武功我都不放在眼里。降龙18掌第7式，飞龙在天，神龙摆尾，黑龙透气，长狼出海，龙飞凤舞，凤舞降龙，缩龙成阵，龙蛇长龙凤长龙，龙凤呈祥，龙马进阵，画风成龙，大完收工。苏灿凭借睡梦罗汉拳破了莲花落阵，成为了丐帮帮主。莫长老还把大还丹和降龙18掌传授给他。有了大还丹的帮助，苏灿不仅功力大增，还凭借过人的悟性学会了降龙18掌。唯有第18掌降龙有悔，始终未能参透其中奥义。可此时容不得苏灿细细研究，无论如何，他只能先出发，带领丐帮弟子去救如霜。今天皇上前往郊外狩猎，铁帽子王僧格林沁奉命随行，全权负责皇上的安危，军营戒备森严。赵无极为了控制如霜，在他后脑插了2根银针，完全沦为赵无极的傀儡。很快，树林里出现了大队人马。僧格林沁见状，当即吩咐士兵放起狼烟戒备。当士兵集结完毕，发现来人正是苏灿带领的丐帮弟子。苏察哈尔灿，你搞什么鬼？没有，只是想问你施舍个发财钱。岂有此理！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不想活的是你。赵无极阴谋造反，现在正带人杀皇帝去了，你还在这傻不愣登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胆大包天，竟敢诬告大臣！再上前一步，格杀勿论！僧格林沁根本不相信苏灿说的话，认定苏灿就是来扰乱狩猎，图谋不轨。双方僵持不下，眼看时间来不及了，苏灿深知不能再拖延，他只能单枪匹马闯入军营。他骑着一匹快马，冲破士兵的阻拦，朝着皇帝的军营疾驰而去。赵无极看到远处升起的狼烟，他知道有人打草惊蛇，当即改变主意，提前发动攻势，下令释放有毒的麒麟烟，直接攻入大营。顷刻间便有数名士兵中毒倒地，一伙戴着诡异面具的人手持洋枪，朝着苏灿几人疯狂射击。幸好苏灿反应及时，侥幸未被击中。眼看毒烟就要吹向皇帝的大营，突然风向转变，毒烟转而吹向僧格林沁的士兵阵营。与此同时，丐帮弟子和官兵仍在对峙。丐帮弟子深知不是官兵的对手，只能连忙后退。很快，刚才的毒烟便席卷而来，官兵们来不及躲闪，瞬间被毒倒一片。丐帮弟子得知用尿可以解毒，便纷纷用这个方法来度过危机。我是女生，该怎么办嘛？不怕不怕，我的尿多，分一点给你。来。皇上的大营早已乱作一团，被赵无极控制的如霜从怀中抽出一柄利剑，朝着皇上直刺而去。皇上身边的侍卫虽然奋力阻拦，却都被如霜一剑击杀。混乱中，如霜被踢中一脚，他后脑的2根银针应声而落。清醒后的如霜被周围士兵误认为是刺客。关键时刻，苏灿及时赶到，利用掌风击退了士兵，这才救下如霜。随后，赵无极来到皇帝的大营，他只是轻轻一抬手，数名上前阻挡的士兵瞬间被击杀。紧接着，他一个移形换位来到皇帝面前。狗皇帝，把你的江山交给我！你说什么？别动！是你，是我，苏乞儿。苏乞儿，你不是在乞丐窝里睡觉的吗？是啊，你说我都有点困了。看着睡去的苏灿，赵无极扔出一把利剑，却被他在睡梦中灵活躲闪。赵无极殊不知，此时的苏灿早已习得睡梦罗汉拳，又有大还丹的相助，功力早已恢复，甚至远超从前。苏灿的身形飘忽，似睡非睡，招式慵懒却暗藏杀机，每一招都出其不意，一时之间竟逼得赵无极连连后退，还打掉了他头顶的帽子，让他披头散发。睡罗汉，心累哈！哎，你披头散发的样子还蛮像乞丐的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丐帮啊？哼，想不到你这条臭咸鱼都会翻身。是啊，这都是拜你所赐。你已经出全力了，我还没出力呢。睡梦罗汉拳虽能出奇制胜，却对赵无极这种高手没有杀伤力。面对赵无极的斜攻，苏灿被击中数掌，重伤倒地，口吐鲜血。苏灿还想要反击，却被赵无极反手制服。普天之下能打败赵无极的，只有降龙18掌。天之下，除了降龙18掌，什么武功我都不放在眼里。
降龙18掌第7式，飞龙在天，神龙摆尾，黑龙透镜，双狼出海进龙，龙飞凤舞，降龙缩龙成阵，龙蛇滚长，龙蛇传人，龙凤行将，龙马进阵，画风成了，打完收工。苏灿从天而降，连续打出降龙18掌的前17掌。本以为这17掌可以打败赵无极，哪知就差最后的一掌，却还是无法击败他。咱们才17掌啊，太可惜了。如果你学完第18掌，一定可以打赢我。不过没有这个机会了。赵无极冷笑一声，施展自己的绝招先天罡气震飞苏灿。电光火石之间，他看到地上散落的降龙18掌秘籍，书页在风的吹动下快速翻页，前17掌的招式在他脑海中飞速闪过。他突然顿悟，前17掌合而为一，便是第18掌降龙有悔。他起身运功，将前面的17掌融合在一起。只见天空中乌云密布，他凝聚周身的真气，打出了降龙18掌最强的一招第18掌降龙有悔。赵无极无法承受这天地合一的至刚至强之力，瞬间被巨龙吞噬，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赵无极灰飞烟灭。经此一战，苏灿真正成为了武功盖世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英雄。曾格林沁因为引狼入室，被皇上贬为乞丐。当皇上问苏灿有什么要求之时，他只是淡淡一笑。他从来不是为了功名利禄，也从不属于这高墙深宫。他起身就要离开，却被皇帝拦住。你别以为救过朕，你对朕不敬，朕一样会杀了你。要杀我就不会蹲在这跟我说话了。哎，蹲下来就不要乱动，要不然会更惹人注意的。你丐帮弟子几千万，你一天不解散，叫朕怎么安心？丐帮有多少弟子不是由我决定，而是由你决定的。我？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，使得国泰民安，鬼才愿意当乞丐呢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好自为之吧。哎，不过这样，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，让朕好下台。好了，皇上吉祥，万岁万岁！停身！最后，苏灿被皇上御赐金碗，奉旨乞食，成为天下第一的逍遥乞丐。别人乞讨为了生活，而他乞讨是为了快活，享受人间烟火。放着高官厚禄不要，他只要一身的破烂和一份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的人生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，这才是苏乞儿真正的一生圆满。